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蚁人。1989年的神盾局，汉克气冲冲地找到了霍华德、卡特、卡森三人。自己多年的研究，皮姆粒子被他们做成了山寨货。霍华德自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尖端技术，汉克可不给他好脸色。卡森提到了汉克的妻子，被触碰底线的汉克敲烂了他鼻子，警告他别提自己的妻子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霍华德也一副和我无关的表情。汉克辞去了神盾局的职位，尽管霍华德一再挽留，但汉克表示只要自己还活着，你们谁都得不到皮姆利斯，然后就不顾他们转身离开。卡森想要强制留下博士，被卡特和霍华德制止。霍华德告诉他们，不想被莫名其妙弄死，就不要逼汉克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斯考特和自己的狱友们告别着，今天是他出狱的大喜日子。基友路易斯来到监狱接哥们回家，路易斯妈妈死了，女友跑了，爸爸还被流放了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乐观的心态。他想要拉无家可归、无事可做的斯考特入伙，继续老工作。但是洗心革面的斯考特为了女儿决定金盆洗手。尽管他是电子工程学硕士，但蹲过监狱的人可不是什么单位都会要这种人的。他隐藏案底去卖冰淇淋，结果被炒鱿鱼。回到路易斯住处，路易斯炫耀了斯考特的入狱历史，一伙人黑客户的钱，后面提走了斯考特。为了报仇，他黑进系统把钱还给了人家，还公布了所有银行记录，自己也因此入狱。显然故事让斯考特不爽，路易斯赶紧撇开话题，给他介绍了一个活，而斯考特已经放弃老本行了。多年后的汉克来到了自己的公司，他的女儿霍普见到了汉克，却并没有叫爸爸。汉克早就已经把公司交给了自己的徒弟达伦管理。霍普的表情写着对父亲的不满。达伦这次邀请汉克过来，就是准备给他一个惊喜。当年被揍的卡森也来到了现场，多年没见，卡森被打的事儿，两人谁也没忘。达伦的长相显然就不是个好人啊，他也在背着博士研究皮姆粒子，而他准备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战争上面。如果一个军队被一个蚂蚁给击败了，那可是军事上的大革命。但汉克一口否决了蚁人的存在，料到一切的达伦带他们展示了自己的研究，能够把活人直接缩小的武器黄蜂战衣。他想把战衣加入现代战争，解决政治问题，但是其他人根本就没有重视他的技术。汉克也对自己的徒弟完全失望。已经加入九头蛇的卡森是唯一想要买战衣的人。霍普告诉汉克，达伦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将活人缩小，他请求父亲给他战衣，给他机会终结一切。汉克不想让女儿冒险，告诉了他自己已经有了人选。来参加女儿凯西生日聚会的斯考特遭到了孩子后爹帕西顿的嫌弃。看到亲爹给的礼物，凯西爱不释手。亲爹是女儿心里的大英雄，但给不起抚养费的斯考特连前妻都不想见他。当初自己的恶习导致妻子再婚，女儿换了个警察爹。斯考特真心悔过，希望补偿自己的宝贝女儿。想要再次见到女儿，他就必须支付抚养费。对钱发熟的斯考特走投无路，他决定加入路易斯，为了女儿。路易斯告诉了他计划。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，他们约过的妹子男朋友是黑帮老大。妹子告诉黑帮老大自己工作的事儿，自己老板是退休老板，贼有钱。黑帮老大又告诉另一个朋友，退休老板家里有一个超大保险柜，肯定有好东西。另一个朋友告诉了路易斯，因为他们是飞贼。路易斯又告诉了斯考特，斯考特不多逼逼，直接开整。他溜进了退休老板家里，靠着自己的飞贼称号，一路飞檐走壁进了屋内，拿上钥匙来到保险柜，但保险柜安保太过高端，一时半会儿进不去。于是他进去了，因为他是硕士，结果发现里面1毛钱都没有，只有一套皮衣。斯考特的操作也被汉克的小蚂蚁全程直播，显然斯考特就是他的继承人。现场反对达伦的男子被堵在了厕所，达伦一把枪把他打成了痰，显然他技术很不成熟。他找到霍普，显然他完全相信霍普，尽管对父亲有多大意见，霍普也不会帮助外人。但连连失败的实验让他浑身难受。绝望的斯考特看着这件皮衣以及一罐皮姆粒子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啥呀。他好奇地穿上了皮衣，按下了手上的按钮，瞬间他就变得像蚂蚁一样小。汉克也通过面罩和他通话。路易斯在他面前就像是巨人，被拧开的水龙头就像是巨浪一样，直接冲飞了他，一路掉到了楼下，差点被路人们踩死，差点被吸尘器吸死，被耗子搞了出去，掉到车顶再变大。斯考特被汉克吓得不轻啊，他立马收拾衣服溜回汉克家里，放下衣服溜出家，然后被捕。蹲耗子的斯考特再次被帕西顿嫌弃。汉克在耗子里见到了他，用蚂蚁遮住了摄像头。他给了斯考特2个选择：监狱捡肥皂，或者回牢里等他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汉克安排的。
他给了妹子钱，然后传来传去，传到了路易斯耳朵里。斯考特人都傻了，在牢里思考人生。蚂蚁运来了他的战衣，给他倒计时。斯考特选择了相信汉克，逃了出去，骑上了他的专属坐骑。晕机的斯考特晕了过去，醒来后看到了霍普。从小经历了各种训练的霍普本想自己变成蚁人，他明显对这个继承人不满意啊。汉克展示了如何操控蚂蚁帮自己做事儿，以及自己工作室，告诉了斯考特什么是皮姆粒子，还有他的任务，阻止达伦，条件是解决他和女儿直接的问题。但眼前他还需要偷一样东西。而此时达伦的实验终于成功了。知道达伦的计划，斯考特想要通知复仇者帮忙，但汉克一辈子都不想让皮姆粒子落到斯塔克手里。他觉得钢铁侠是小可爱战甲，而且复仇者正在索科维亚。霍普再次向父亲申请蚁人战衣，面对女儿的死缠烂打，汉克怒了，气氛也异常尴尬。霍普离开了。汉克告诉斯考特，自己已经当了太多年的蚁人，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不能让女儿付出代价。自从霍普妈妈离开后，女儿就对自己意见很大，唯一的希望都寄托于斯考特。一个嘴炮被另一个嘴炮说服，斯考特抓紧时间魔鬼训练，他要在短时间内熟悉战衣，熟悉技巧。撞了半天门，挨了一顿揍。想要改装战衣的硕士被汉克阻止，汉克警告他，如果控制器坏了，他会进入量子领域，会无限缩小，直到脱离时间与现实隔绝。成为蚁人还要学会控制蚂蚁。他们商量着盗窃计划。汉克给他了新的装备，伸缩小飞镖，红色缩小，蓝色放大。但霍普却越来越焦躁，他再次和父亲吵了起来。斯考特安慰他，把自己的凄惨人生告诉了他。霍普也教给了他控制蚂蚁的技巧。汉克决定告诉女儿真相。1987年，自己和老婆珍妮去执行任务，有人往美国发射了洲际导弹，蚁人和黄蜂女必须阻止一切。尽管他们很小，但是还是无法进入内部摧毁。汉克的控制器已经损坏，珍妮选择了让自己进入量子领域，无限缩小的同时摧毁了导弹，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他花了10年研究量子领域都没有结果。知道真相的霍普原谅了爸爸，斯考特也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掌握了一切。接下来就可以去偷第一件东西了，霍华德老仓库里的信号阻断器。到了地方之后，斯考特就懵逼了，这里已经变成了复仇者的新基地。他骂了一句老伙计。汉克知道进去等于送装备啊，命令他立即返航，但他还是决定完成任务。果然，新复仇者山姆正在看家，发现了斯考特，刚自报家门就被山姆一顿追杀。隐世多年的蚁人打得山姆措手不及。斯考特冲进了仓库，他顺便摧毁了山姆的翅膀就溜了。被打败的山姆命令他们要和队长保密。斯考特被汉克臭骂一顿，但他还是成功带回了装置。达伦来见汉克，也仿佛发现了不对劲儿，但他们严重缺人手，于是路易斯他们被拉入伙。看到斯考特变小，科特坚决说这是巫术。分配计划之后，他们进入了大楼。兄弟们和蚂蚁们的掩护下，斯考特成功阻断了信号，安装好汉克准备的炸弹。当他来到黄蜂战衣面前时，却落入了达伦的圈套。汉克和霍普也受到了威胁。斯考特这时掏出了伸缩小飞镖逃了出来，配合霍普放倒了所有人。但达伦已经带着战衣逃跑了，唯一能阻止他的就是斯考特。斯考特一路被乱枪扫射，路易斯救下了他。汉克也带着霍普开着钥匙环逃出了大楼，但达伦已经上了飞机，专属坐骑也被打死。斯考特杀进了飞机，锤晕了所有保镖。大楼也被汉克的炸弹弄得渣都不剩，达伦所有的研究也瞬间消失。愤怒的他穿上了黄蜂战衣，与斯考特开战。他射来射去的激光导致飞机坠落，两个人也在包里面打得不可开交。达伦被斯考特一拍子敲在了电文网上。追来的帕西顿看到了斯考特，把他电晕，准备抓回去，但凯西已经被达伦活捉。联络不到女儿的斯考特再次逃跑，英雄老爹及时赶到保护女儿。两个人在托马斯头上搞来搞去，在蚂蚁的帮助下，达伦力不从心，被托马斯碾压了过去。可以飞行的达伦一路 poke 的斯考特，过路的蚂蚁也被伸缩小飞镖变大。疯了的达伦已经无法阻止，威胁着凯西和帕西顿。斯考特决定最后进入量子领域，拆毁他的战甲。他越来越小，黄蜂战衣也被拆得七零八落，直到核心被摧毁，达伦变成了一个屁。但斯考特依旧在无限缩小，控制器也没有反应。他看到了量子领域的一切，以及一闪而过的珍妮。凯西的呼唤振作了斯考特，他把伸缩小飞镖放进腰带，大喊一声
那一刻，斯考特成为了光，他回到了女儿身边，帕西顿也对他刮目相看。托马斯一脸懵逼。事后，汉克询问斯考特如何逃离了量子领域，但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不过，这也让汉克知道，量子领域的老婆一定可以救出来。斯考特和霍普在一起了，老丈人看见想要自杀，大团圆，俩爸一妈幸福一家。路易斯也告诉斯考特，山姆在找蚁人。片尾，老爹终于让女儿成为了黄蜂女，妈妈的继承人，而巴基也被队长山姆活捉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惊天家暴之男男混合双打。